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一对，各位请看。我们结婚36年了，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多。他年轻的时候性格挺好的，很顾家，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变得脾气越来越大，每天对我只有不停的抱怨。他现在大男子主义很严重，只顾他自己，根本不顾亲情，平时也不关心我，还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和我发很大的脾气。我觉得一直这样争吵下去，日子过得真没有意思。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62岁，来自山东，退休工人，有请。朱女士62岁，来自山东，退休工人，有请。欢迎两位哈，你们俩的婚龄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年龄还大，人家结婚36年了，他们俩来我还真是有点意外，是因为退休之后做了小买卖产生的冲突是吧？对。怎么干了小买卖反而感情不好了呢？我们意见不统一嘛，该进货的时候进多少，他老是不听我的，他自己想怎么进就怎么进，所以我们经常为这个。他一点不懂，那时候40岁，他内退嘛，干个买卖，在家门口啊，让他学这个手艺，炸丸子，得进萝卜，一开始没有经验，就进10斤，随着时间长了，那个慢慢也可以了，我就有胆量了。本身我上的班，下夜班我还得上集上去跑这么远，用自行车带，所以多进点原料。多进点。他呢不愿意，非得让我一天进10斤。就因为我们家房子太小嘛，都放到屋里，摆弄不开，摆不开。邻居没儿没的都挺近，对吧？放到门口，人家也不方便。邻居关系你不用说，我每家每户的打招呼，人家实际上挺佩服，因为我们两个干个小买卖，为家里挣个钱，对吧？也有孩子，人家很高兴。都是为家里好。哎，对。对呀，邻居关系挺好啊，虽然也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要自己。你想的太多。你看，一说经营的事儿，这就干起来了啊！别着急。他这个脾气也一根筋。现在这买卖怎么样？不干了。干了几年不干的？就一冬天，小年都没过去。本来是干挺红火的，就是因为他非得一根筋，让我进10斤，嫌我进那个萝卜有疤了。有大有小，你说弄得我心里烦吧？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火了，不还算，他死活不干了，不干归不干吧。到了小年儿，人家街坊邻居给我下了订单，我收到钱了得给人做，他死活不干。我咬着牙，自己坚持到小年儿。人家说老伴儿呢怎么不来干呢？我表面是笑着跟人家说孩子有事儿，现在他回姥姥家了，我自己先干吧。但是心里苦是吧？但是我心里掉泪。脾气这么大呀？不是脾气大，老是说他还不愿意。再说冬天这么冷，又快过春节了。本来我跟你说什么呢？不，商量了。这店是不是因为这也是闹矛盾，我就这店是不是现在已经关了？你是一根筋。是不是已经关了？关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这事儿就过了。夫妻感情最重要啊！本来我想过完年，就是让租个房子。您还耿耿于怀呢？哎，我心里气的哈。一有事情他就不是这气，今年都62了，按那个算法，22年过去还气呢。他不光这个事儿，哎呀，他这个脾气。其他的事儿。后来就是女儿结婚了，为了带孩子嘛，我想的女儿也是喜欢我们两个一块儿，我也轻快一点，她不去。不是我不去，一开始我也去了，本身我又不大和她说话，她好嘟囔，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就心烦。还有让我生气的是，什么事他一点亲情都没有。女儿先周末嘛带孩子上我家来，临走的时候冬天嘛，外套和那个水壶忘了拿走了。第2天要上幼儿园，
打电话寻思让他送我去嘛，我跟女儿一块儿回去了。他答应挺好，结果第2天一直没有去送。这是我的不对，和朋友喝酒了，喝多了忘了，这事是我的错。还有一次，正好我自己在家看孩子，孩子发烧了，寻思叫他一块儿上医院，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几个电话接不通。什么事也赶巧，又是喝酒，把手机拽一边没听见。越着急吧，他就越不接电话。您是特爱喝酒吗？有时候抽个烟喝酒，在家里抽烟，沙发烧个窟窿。喝多了拿着烟抽着烟睡着了。经常在屋里抽烟，提醒他，他也不改。光他自己对身体不好嘛，还害我们全家人跟着受伤受害，一点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最严重一次是1天不在家，晚上1、2点还是没有人，没人给他打电话。他说出去旅游去了，2、3天以后才回来。不是您跟谁旅游去了呀？我自己和朋友抱团。原来我不是教过你吗？你天天给我发脾气，我为什么要再教你啊？又不是1、2天，你天天给我发脾气，出去玩去啊？又不是没教过他。叫过。你比如说，来给你2口子照个相，他说我才不给他照嘞。你说我能下得台吗？为什么不给你照啊？出去以后啊，到时间该走的时候到点儿哈，他老是在后面找不着人，我能不着急吗？我又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管，我看见你们在前面走了，你看到我们看不到，你能不着急吗？对吧？和你走一块又说不了1句话2句话，干嘛？我拦一句啊，有没有觉得这个现在2个人的性格变得都没有以前可爱了？就是这个样，就是这个样，不让说话。他是越老越嘟囔，你没话可说无所谓，别3个脸。我看着就心烦，有时候做饭，我能不叠3脸吗？1个星期不在家，回来以后弄得家里啊不像样，烟灰缸，什么茶壶就弄2、3个。自己在家里习惯了，可能是吧？有时候在外头玩1天，回来在外头吃完饭。你也承认家里脏乱，是吧？他这时候嘟囔我不吱声啊，嘟囔多了我就烦。怎么不吱声啊？就不让我说话，我一说话他就说我叨唠。您2位在家里也这样吗？对，他一点不让人。总结一下他的缺点是什么？邋遢，抽烟，喝酒，自私，哎，没有亲情，对我一点都不好。我怎么对你不好啊？我的工资卡你拿着，每个月才给我1000块钱，男人零花钱1000块钱还少吗？你看吧，我这意思不用在一块儿喝酒，你请我，我得请你吧。对，光你请你愿意吗？不太愿意。就是啊，他1个月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啊？也就4000来块钱。4000多，都他拿着，说明我还是顾着这个家吧。现在还是有他吧，就是害怕他出去乱花钱，弄得我天天吃不下饭去，逼着我就出去玩去，对吧？你不考虑你的问题。哎，有一次我在家里早晨起来，我头疼得挺厉害。哎，他出去以后，我跟他说，你出去回来的时候，给我烧点药哈，买点早饭回来。他倒好，我在家等着，一等到快12点才回来。我说他还不愿意，他说在外头玩忘了。一聊天一锻炼，忘了。回去他就经常这个样，你玩起来什么都不想。哎，不想不顾家人的是，光顾自己玩就是。道歉就晚了。人的心都伤了是吧？对呀，年龄越来越大，少来夫妻老来伴，指望你互相照顾来，到时候用人时候找不着。我对孩子也挺好，对吧？我出去玩，每次带的东西我都给孩子送去。还不行吗？也给你买了吗？每次去都是孩子给你打电话你才去，孩子叫你去还需要你买什么东西吗？孩子有病我也是帮着看，也是没办法，是叫你好几次你才去，你说。还有一次最严重的，还要控诉。对呀，去年就是过国庆节的时候，我弟弟买一点东西嘛，上我家来以后给我送，头一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第2天陪我弟弟吃个饭是吧，喝个酒，邻居串门嘛过来找我有点事儿，我就和邻居啊上另一个屋里去了。我们在2个人打起来了。谁跟谁打？他和我弟弟啊。这个事儿实际上还是与他有关系。本来和他弟弟关系挺好，喝酒，他弟弟啊说你看哥，你和我姐这没事儿，跟着一块儿出去玩去，多好啊！到海边风景又好。他越说好，我心里越烦。明白了。为什么烦呢？
我给你姐的本身就是不说话，你说好，我能把你姐的毛病我能跟你说吗？不能。最后我也不知道，喝酒喝多了吧，我对你姐的有意见，你姐这太烦人了啊！你赶快走吧，我不愿和你喝啊。话不投机，吵起来了，我知道是我错。这儿我们都听得差不多了啊。您今天来是为什么？想干嘛？就是想让老师给我们评一评，您是他做的对不对？这些事情做的对不对？评理是吧？对呀。您是来干嘛呢？他愿意来就来，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去呗。哦，今天您可没少说话呀。我怨气重，就因为他现在怎么样，光认为他自己有理儿。我是希望你通过来这一次，看看你能不能改脾气，让老师说一说，看看你。不是我改，你以后不能说不让我说话。我们之间现在就是不沟通、不说话，就为了这些事情。听懂。您现在等于是半个月在家，半个月在闺女那儿帮着带孩子，是吧？这有一轮休，对吧？对。您现在等于有半个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空窗，对吧？对，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等您回来这半个月的时候呢，家里面首先要发生的是战争，因为这相当于是一个老光棍把家里霍霍的也不行了，您心里不舒服，对吧？这收拾完家之后呢，数落您2句，您心里还不舒服，是吧？他唠得太厉害。对，等于夫妻刚要和好的时候，您又得到闺女家上班去了，这口气又放在那儿，就这么沉着。您现在有事儿干，您的寄托是帮闺女看孩子，对吧？您现在的没啥寄托了，是吧？我就是玩儿，有时候孩子叫上他家吃个饭。所以在您的想象里面，媳妇儿弟弟，对吧？给您描述那个应该是您想象的一个老年生活，没事儿的时候带着老伴儿到处去旅行，那是您想要的这个生活，对吧？退休的生活，对吧？对。您现在想要的生活就是以闺女为轴心，对吧？得围着闺女转，对吧？不行，现在孩子有的时候还是，对吧？我不记得在家的时候，我就让他多关心，别光自己出去玩，是，对不对？就是您认为现在帮着照顾闺女比你们俩要出去玩要重要，对不对？是啊，他老是自私。评完理之后，万一这个理评的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以后你们俩还往前走吗？要是把以前的那些缺点改一改，还可以。为了孩子嘛，年龄也大了，是吧？好，改还行。那您的意思呢？只要是两个人互相照顾、互相理解，咱们还可以在一块儿过嘛。反正都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这样了，我才能跟你办，对吧？如果你不这样，我就不跟你办了。各位老师，看看可怎么办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年轻人老说，哎呀，我们俩谈恋爱了，最好24小时黏在一块儿，24小时黏在一块儿就这个下场。丈夫退休回家之后，我们是要对他进行家庭主夫的培训。你不训练他，他是不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那几十年的时间，他是和别人打交道，他从来没有和家里面这些盆盆罐罐打过交道，也没有和子女一样像你这样去跟他们打过交道，他都不会。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培训他？你用的培训方式是什么？我唠叨。但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老大哥今天上来之后，我至少已经听到2次，他说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我发现你没有任何的回应，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做错了，你是不是有内疚感？他是不是应该内疚？他一点不内疚。对，他为什么不内疚？你知道吗？因为你唠叨他。大姐，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踩人一脚，你是不是很内疚？突然之间这个人就指着你说，你长眼没长眼啊？你怎么搞的？有家教没家教？你是不是就不内疚了？你觉得你怎么能骂我呢？这事儿我是做错了，但你不能骂我呀。你看你对他就是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结果你哒对他一顿凶。他是经常这个样，我知道，他一点不珍惜。我知道，其实他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你还没有等他表达出他知道自己错的时候，你已经骂他了，所以他不内疚了。反过来，他就希望你不要再说话了。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叫什么？叫休克疗法。从今天为止，一刀切，以前的事都不提了，不能再提，谁提是谁的错。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觉得他做的不对，你不用说，眼神告诉他，我看着你，你就得承认错误，你就得表达你的内疚。
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自己做错了，你就得说。但是有一点，以前是不能说，谁说谁错。这个休克疗法你们回去试一试，要训练，试个几个月，试个半年，很可能生活就完全不一样。谢谢陆琪老师啊，好招。看到您二位啊，我觉得特别亲切，就跟我爸我妈一模一样啊。前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人关系已经到不可开交了，然后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阿姨，癌症去世了。但是她在癌症去世之前的10几年之前就已经跟她的丈夫离婚了，可是呢两个人都没有再找。然后在她发现癌症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她的前夫啊已经60多岁了，突然出去每天打工。然后我爸我妈就说干嘛这么累啊，干嘛呀？他说我前妻病了，得需要钱，就是我们俩毕竟搭伴这么长时间，我现在有能力挣钱给他治病，我还是挣点钱，最后把他前妻送走。然后这件事就特别触动我爸我妈，就说你看两口子分开了那么多年，但是都没再找到合适的，可是到了真正遇到大事儿的时候，真的就应了那句话，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你看我说的时候阿姨眼眶就红了，就您一直觉得生活当中觉得他特别坏，每天特别自私，然后您生病了也不管，那是因为你们之间的这些还真的就只是琐碎的事情而已，没到了那一步对生命的托付的时候，可能不会有那么深的感悟。当你有了这些感悟之后，你可能再回过头来看你们现在的生活啊，就会觉得什么事儿都能过去。所以就这件事儿对我妈和我爸触动挺大的，就他俩突然关系就是很焦灼的状态就缓和了，因为我妈就突然感受到就陪伴在一起的时间不知道有多长，未来我们真的不可估量，那就还能继续吵，继续这样埋怨和抱怨下去，也是一种幸福。姥姥在女儿和女婿家带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是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种委屈，就是她要看女儿和女婿的脸色，您懂吗？因为她心疼女儿，她不想让女儿受委屈，所以她要看着女婿的脸色。哎呀，这姑爷别惹着啊，稍微捧着能对我姑娘好点啊。所以她在那边生活不是那么轻松的，不如在家舒坦。她真的可能在家跟您叨叨您2句啊，那也是一种对之前那半个月生活情绪的释放。她现在就是两边的口都给她堵死了，回家您这儿不让她叨叨，回女儿家那儿她还得憋着还得照顾孩子，人干活多了情绪就会多。所以就是您也多体谅体谅阿姨的不容易，那阿姨也是多体谅一个大男人自己在家每天没吃没喝的，家里那么乱，他意识到家里干净是什么？他意识到家里干净是您回到家之后他才发现，我原来生活环境这么乱呀。就像我妈有的时候去北京给我看2天孩子，我爸那边电话就遥控，你啥时候回来？这家脏的不行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一方需要理解，一方需要心疼，日子就会慢慢的从这种焦灼的状态当中解决出来。最后就是送给您2位一段话，就是我当时跟我爸我妈说的一段话：婚姻啊，就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送走父母，一起抚养孩子，然后一起迎接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去和离别。其实婚姻到最后就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如果能遇到这样一辈子的一个人，是这一世最大的幸福。这一世风雪路途遥，相守以沫是骄傲。就把这段话送给您2位，谢谢。好，谢谢川大老师。哎，大姐，您帮女儿带孩子多久了？现在孩子已经6岁半了。基本上这6年多，您都在经历都在那边吧？我在想你们的岁数和你们经历的事情，我发现，
你们都是在对方最需要另一半的时候，就这样祝福大哥大姐。看到他们二位，我就觉得还是挺像我爸我妈的。那种状态其实就像莎娜老师刚刚讲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家里头都有一对这样的爸妈。为什么到老年了以后，夫妻关系反而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老了。老其实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它。但是我们不到真的抵达老的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老是什么呢？血糖升高，喜怒无常，动脉硬化，情绪不稳，心脏类疾病，变得暴躁易怒。这一些都是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感神经。当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句话就把自己给惹爆了。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变了，不是因为我们对您的感情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起变化。就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对我身体有大影响的动脉硬化，但它可能就会让我变得暴躁易怒、喜怒无常了。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尊重到对方其实是因为老了而有了一些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宽容一点？每一次他有各种情绪化的反应的时候，你其实在脑子里头应该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他需要我多关注他一下，他需要我多爱护他一点，而不是挑剔和嫌弃。其实最美的情感不就是这样，一块携手看着我们是怎么变老的。而且我们变老了以后，我们在数落对方的时候，我们能找出一大堆缺点，别人都找不着呢。这是我们攒了30多年的。之所以能找出这么多缺点，也就是因为我们感情深呢。我们感情深到我知道你有这么多缺点，我还跟你相濡以沫到了现在。我知道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好，但我还愿意跟你接着往下走，一直走啊走啊走，携手相伴夕阳红。这不就是这个时候最美好的画面吗？很多时候男人越老越爱面子，为啥？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那个职务没有了，你只剩下了一个家庭身份。原本在社会关系里头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位忽然消失，就希望家里人，首先家里人你得尊重我，好让我知道你是不是有点也看不起我了，看不上我了。第二，家里人你得抬着我，在人前给我点面子，要不然我担心外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看重我了。这是因为工作的一个变化导致的，同时也因为他的雄性激素在减少。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更希望的是，我身边这一切我还是能把控住的，我的妻子还是愿意给我这个面儿的，让别人觉得我依然就是还跟过去一样的是个男子汉。其实当他要求越多的时候，您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可能对于他的这一些所谓的要爱面子这个事儿就能够放过很多，也愿意给他这个面子了，是不是啊？对。但是有一点您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在沙发上抽烟睡着，这个酿成的火灾会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大姐怎么唠叨您都不为过呀。至于咱大姐哈，我就跟您说一个词儿，叫配合。假如他告诉您说，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报个旅行团，你那一会儿犯懒不想去，但想一想和老伴儿多走一个地方也没啥，好去，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一样。所以请大姐拾起您的配合度对他，而大哥有的时候自己要懂得自我解嘲，成熟的稻谷总是知道低下头去。好，谢谢米娜老师。我跟我媳妇儿就说过，我说我要老了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你赶紧给我送养老院去。这男人老了是真讨厌，为什么他真讨厌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看着变。我就在想，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曾经是一个多么睿智、多么可爱的老头啊，现在怎么这样了呢？处久了也发现，还是可爱，只是可爱的方式变了。其实人到了老，越老要求的就越多。他不像年轻的时候，我还有明天呢。老人想的是，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他当然希望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来，好好的过幸福的日子吧。其实这才是婚姻，这才是情感。剩下的事儿交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真情问题。你爸以后嘛也别发那么大脾气，
我唠叨吧也少唠叨一点儿，但是我要说对了，你要认真听，啊，别的没有什么，就是多对我家人要多关心一点儿，就是。好，我以后结束，你也得克制一点，好不好？让一下子，让我有个反思，我一定对你好好的。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请开门。有对好事。来，站。好了，我不站着。接下来不是见证，其实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幸福。来，我们来分享情况，各位请看。难道姐弟恋会更加困难吗？我男朋友个性自信洒脱，有些小孩子才有的天真和热情，但是同时也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少的困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比我小，却更想尽快结婚生子，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难道跟年龄小的男孩子真的不适合走到最后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夏23岁，来自杭州待业，有请。小唐26岁，来自杭州活动策划，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姑娘要抱怨一下男生的种种，是吧？因为我们才交往半年嘛，然后他就跟我谈婚论嫁，我觉得，恋爱时间太短了，然后通过这段时间，我也觉得他太有个性，然后这种个性又很幼稚，就让我有一些烦恼。别扣那么多帽子啊！怎么了？有个性啊？怎么就个性的幼稚啊？您倒是给咱说说呀。比如说，他不太喜欢我的工作，然后他在我上班的时候骗我下楼去买点东西，买好奶茶以后，我们就坐上车把我送回公司。就我是在杭州周边上班的，他给我往杭州方向送去了，说要带我去玩，我就跟他讲我要回去嘛，他说我已经跟你老板请过假了。他在杭州周边，我觉得那公司对他的发展是不够高的。然后去杭州转转，长长眼界也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我有事儿，应该我跟老板去请假，你帮我去跟老板请假就很尴尬。第二个就是我当天有分内的工作的，然后没有做完，我就用下班的时间去做，那3天的那个工资就让老板扣了。我跟他讲了，他跟我说钱不算什么，开心最重要，你开心吗？他这种事儿。我相信不会做一次，对吧？应该是频繁的做，是不是？对，他一直在公司里面缠着我，就是有时候他会不合时宜的跟你示爱，跟我坐一个凳子上，就这些。是你们公司啊？你怎么想的呀？我是不希望他在里面待着的，我觉得他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你是要霍霍他，是吧？也没有霍霍他，只是说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特别想跟他在一起。他想跟我在一起到离谱了。比如说我要给员工培训，我培训的时候他就在旁听，听完以后就看员工的反应，然后等我结束了就跟我说：“哎，你们那个员工啊，你让老板把他开掉吧。”给这种不大好的培训，你每次做，这个人如果我是老板的话，这样的员工我可能会开掉啊。他不仅对我的下属有点意见，我自己还有个兼职，还对我的甲方有意见。其实做我们乙方非常简单，有活你把它执行完就好了。但在他眼里看来，他就说很过分的话，他说你被甲方吆喝来吆喝去，一点尊严都没有吗？我不想你受到委屈。我不想你心情受到低落。我认为他就是工作经验太少了，不太懂这个社会规则。就做工作的话，你遇到一些问题，自己私下抱怨、埋怨也是正常的哈。而且还有一次我去绍兴做活动，但我活动做完以后比较累，就坐在副驾在休息，不想说话。他就问我有事儿吗？我说没有事儿。但是他看了那个
网上就说女孩说没事儿就是有事儿，想尽办法来哄我。其实我不是，我就是要个人放空。他很会过度解读我的情绪，一直围着我啊，你哪里心情不好？你肯定心情不好，你告诉我怎么了？然后我这时候又是不想说话的状态，然后旁边风景又很好，他说我带你去玩吧，我说不用，我们回家就好了。他说我想玩，然后我说我现在没有心情玩，我就想放松。然后他在旁边给哭了。谁哭了？他哭了。哭啥？就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受到影响。我看他哭了，我马上打起精神，反过来安慰他。我本来是因为工作累了想休息一会儿，结果反过来安慰他又更好了呀。我感觉是他在乎自己想要撒娇的那种感受，他不是很在乎我的感受，我怎么不在乎你的感受？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我肯定会问你是不是我做哪里有不好。我希望你心情能够开心。就是其实两个人谈感情，这个人心情不好，不一定是因为对方呀，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对吗？你为什么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然后要我反过来哄你？我就是有口说不清的那种感觉。没有让你反过来哄我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约好了去我妈妈家吃饭，定好星期2去我妈妈家，结果拖到星期6，那我已经挺不好意思了，买好菜在楼下了，他跟我说我身体不舒服，回我家休息一会儿吧。他家跟我妈妈家有1个小时的路，当时我就挺难过的。我当时真的身体不舒服，第二趟怎么去见你妈妈？有什么事情也弄不好，对吧？他当时那个状态啊，他是那个感觉，他说哦我身体不舒服，要不就别去见你妈妈了吧，去我家吧。真的知道他是身体不舒服。后来呢？这件事我关注的是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给他买了几个包子，就去我妈妈家了，就正常吃了顿饭。那我还不是上去了？我就是感觉他要见我妈了，他就好像就不想去。我不害怕，我喜欢你妈妈的。然后我的口味之前比较清淡，他喜欢吃重油重辣我就做的都重油重辣。轮到他做饭的时候，做的很难吃，还沾沾自喜，都不考虑我。然后那我不是有在尝试吗？也有在去学呀。别人的尝试是把一道难吃的菜做成一道好吃的菜，你的尝试是把一道难吃的菜说服我，让我觉得好吃。上来的时候就说我们才半年，男生就想跟我结婚了，是要跟人结婚吗？我想订婚。订婚我也不敢想啊，你是觉得是因为感情不到，还是什么原因啊？觉得不到？我们感情现在是很黏腻的，但是我觉得订婚是2回事儿。订婚在我们那边太隆重了，亲朋好友都要作证的。那你万一到时候我俩没成没结婚的，你这宴不白摆了吗？不管是你的经济上，还是你的就是那个名声上，都会有损失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不是很成熟，他完全现在没有办法做好一个丈夫啊，或者爹呀这些，他自己都是个孩子。怎么还说到爹这个事儿了呢？就我俩刚开始谈恋爱，他们家人就有一次吃饭说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我当时就直话了，包括他的外甥小朋友嘛，直接叫我舅妈，就好像我过了门一样。就是我其实就想着结婚就是要认真负责任的，我觉得他没有我这么认真负责任。我也认真负责任的，我还想跟他订婚。就是工作的话，我都打算好，就是玩嘛，现在旅游中，然后9、10月份的时候把工作定下来，然后给他一个长远的一个未来吧，踏实一点。但是他现在就是这样子挑我的刺儿，让我有点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追我的人太多了，他想早点把我定下来，就是怕我跑了。我问问男生啊，你喜欢他什么呀？他的外在和内在我都特别爱。外在我们就不说，他内在什么让你特别爱呢？他内在首先他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自由不羁的跟我有点像。他是有个性的，他是自由的，他是不羁的，这是你对你自己的描述，对吧？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其实除了喜欢这些东西之外，他还要更现实的、更稳定的结构。我会去把后面的路给。为什么是会而不是现在去做呢？因为现在在旅游中，所以这是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对吧？对。好，那你觉得你到了他们单位的这种指手画脚，你对他未来的规划算不算越界呢？我觉得不会，就因为是比较相同的人，所以觉得要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往更上面去走。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的理解。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一个杭州周边小县城的工作，我是已经在大城市工作过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然后他那个是小微创业公司，我是以创业力量加进去的，所以我给他们做培训。其实我是想陪着他们一起成长。那如果你在大公司里做员工，你就是一个员工，但是如果你是在小公司里面，可能是一个合伙人的角色这样子。所以你了解他这些吗？我了解。了解怎么还会那么荒唐呢？我有点担心，因为他公司里的人员都在吃着零食、刷着手机、聊着闲天。对，最关键的还允许你去瞎胡闹。对，所以今天你来到底想干嘛？让他不要在恋爱期间给到我一个婚姻婚育的压力，这会影响消耗掉我们恋爱的感情。也许他就是这么一说。不，他说了好多次了。说了好多次，只是一种情绪，或者叫情感的表达。他们家里人很重视我了，已经。可能在我看来也是想太多了。我主要想让他表一下态，就是对订婚的态度问题。你看看，我就很难表态。我觉得恋爱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男朋友，但是你要跟我说去踏人生另一个阶段，一个是我没有做好准备，第二个我认为你也没有做好准备。是有这个想法和规划的，对吧？有。但是如果姑娘说就是太着急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定下来，你会强迫她定吗？不会。对呀，那不就是一个情绪吗？我希望她能把那种态度表明了，能够让我坚定的往前走，对吧？而不是让我有点犹豫不决。所以你要的是态度，并不是事实嘛。你看我理解的是没错的嘛，所以我说你当真了吗？老师们怎么看待这一段关系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一个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跑到别人的公司和自己女朋友要坐一个椅子，这里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你明明连自己的一份工作都没有，然后说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应该怎么样？你连你女朋友喜欢什么工作都不知道，然后非要跟她说你的事业上升的通道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在取悦你，他这种情况叫自我型讨好，取悦是为你着想。就是哎，你要什么，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个什么。自我型讨好是都跟自己有关的。我觉得你不开心了，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应该陪你去玩，我觉得我做的饭特别合你的胃口。他说的所有的话都带一个我字，这是自我型讨好，它是自私的一种，这是一个典型的孩子的表达方式。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家长被一个孩子要影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一个家长要对孩子进行管理，还是去放纵他，听他的管理？如果你一再听他的管理，到最后你就是被羁绊住。所以呀，你得好好的想一想，你现在对他那个感情究竟是对孩子的浇灌之情，还是真正恋人之间的感情？至于你，就一件事，现在把你丢到一个城市里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你能不能活下来？如果你能活下来，我们再来讲未来的人生通路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还是尊重一下别人吧，就这样。你以为他说要结婚这件事儿是真的要跟你结婚吗？现在不是他真的，是你真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开始焦虑了。你为什么会开始焦虑？因为你把这件事儿当真了，你开始摇摆不定了，你在做选择了，我是嫁还是不嫁？所以现在是你当真了，姑娘。如果你真的不当真的话，那当他提出求婚的话，你说好，没问题啊，那你准备吧。你看，你让他准备去啊。他才是那个嘴上说说而已的人。这样一个不成熟、不稳重、对自己人生没有任何规划的男生，不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他何以撑得起自己的家呢？所以我劝你清醒吧，对吧？这种事儿不用焦虑，谁焦虑，谁就完蛋了。谢谢。我的理解，你是在用这段恋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你是在通过你控制他或者让他听你的话，你在找自己的自尊呢。老师，这我打断一下，我没有想要控制他。你没有想，但你这么去做。你说你家公司不行，所以你侵入到他们那家公司里，然后坐他的凳子，然后不让他工作，替他去向他的老板请假，然后你和他干什么了？玩儿，那不是控制他吗？姑娘，
你是真想结婚的，但不一定是这个男人，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让你觉得不靠谱。但他身上的确是有吸引你的事情，谈谈恋爱还可以，但别跟我谈婚论嫁，订婚都不可以。但是请你有话直接和他说，他有什么问题，他什么不对地儿，你要告诉他，你要支持他，而不是纵容他。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今年26周岁，在杭州工作，然后我的月薪是淡季2万左右，旺季4、5万。他有一次问过我，为什么你工作那么忙，一个月赚多少钱？我说2万左右吧。他表现出了很轻蔑的感觉，所以我当时蛮伤自尊的。对。然后他说他一年能过去吗？可以。他说一年没有50万、100万的工作。对啊，就没有必要那么辛苦。是啊，那请问他现在什么状态呢？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是从兼职100-200块钱开始干起，然后我觉得我能每个月就是比较轻松的状态下赚个2万，然后就是很忙碌的情况下赚个4、5万，然后就觉得我同行都会羡慕我的情况下，他这样就是很轻松的说了。你知道他这么做是什么吗？就如同他现在抱你是一样的，他也就做了这些而已了。男生请回去吧，男生，请你回到你的位置上吧。他需要的是你这样的拥抱吗？也需要，也需要。他现在需要，他现在需要。哦，你好因为懂他，站到那里吧。是的，你觉得他懂你，对不对？但是他无时不在用言语，在用一些小的动作来伤你的尊，让你觉得他才更强。说太简单了，一个待业的人跟你说50万年薪才是可以的，我问他年薪多少呢？1分钱没有啊，对吗？不要让他在这种感情当中觉得你现在需要我的抱，所以我做到了就可以了吗？不可以，这不是你对你未来老公的要求。你未来老公一定不是这样的，你要告诉他，你不要让他觉得，哎呀，抱抱你哭了好了，咱这问题就解决了吗？就掩饰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男生，哦，你可以看着我吗？说了不爱听了吧？不爱听了，明天就回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很好，这就是你今天来这里之后的意义所在。你要真正爱他，你回去赶紧找一份工作。好，可能一开始会挣的比他少，没关系，向上的就可以，因为他的确是喜欢你，明白吗？只有你改变，你们俩才有机会，否则只是嘴上说说的话，不可以的，好吗？好，就这样。在感情里头，其实对你挺不满的。这个不满来自于什么呢？你因为其实现在是一只落不了地的鸟，所以才急于想找到一个重物让自己停下来。没有脚的小鸟呀，所以想找一个婚姻，以为有了婚姻了，这一个女孩是我的了，我有家了，可能我就会懂得了责任。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女孩一直没有说实话。哪有女孩会不想结婚的？只是不想跟你结婚。哪有女孩会不想生孩子？只是想不出来你做孩子的爸会是怎样。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谈恋爱的对象，就像我们吃下午茶的时候要配的小糕点一样甜美可人。但你要让我365天顿顿吃甜美小糕点，我会疯的，血糖会高的，人会挂的。在你身上看不到责任感。你不是男人，你是个男孩，跟你谈恋爱很有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年轻的、向上的、蓬勃的力量，但是看不到未来，看不到鸡毛蒜皮的小事，看不到一地鸡毛的日子，我们该怎么去对付？而女孩，我也能理解现在你对她不能说不的原因，这个就像是我们家的孩子对我的依赖一样，我太着迷我们家的小婴儿对我的依赖了。因为葡萄表示了我的女儿叫葡萄，因为葡萄表现出来了对我的那一种疯狂的爱，所以我连出差我都舍不得，我一定要走哪儿带着她。她那么的爱我，那么的依恋我。然而，也是因为现在疫情嘛，出差我没有带她。我先是通过摄像头偷偷看她，我发现她玩得很好。我在试着跟家人视频，我说来葡萄看看妈妈。她看了看我，对我笑了笑，跟我说拜拜。瞬间我觉得我解脱了。原来我的孩子没有那么迷恋我，我所爱的就是我的孩子迷恋我的那种感觉，是我的孩子对我疯狂的爱使我觉得我离不开他了。而当我的孩子对我挥手告别的那一刹那，咔嗒，镣铐解开了，
我也突然觉得好像还可以了。我们都度过了这个分离焦虑期。你现在舍不得跟他说不，也就是因为他对你的迷恋，让你觉得就像是一个母亲突然有了孩子，就是被那种爱包围着。但是它是一只没有脚的小鸟，这只没有脚的小鸟是要飞的。我认识太多像这样的男孩子了，不用再说什么他要找我结婚不好意思拒绝，哪个女孩子不好拒绝求婚啊？你找到工作了，你买好房了，到时候我再带你去见我爸妈，硬性指标可以摆在这儿。当然了，他可以说我啃老，我让我妈买房。哎，小伙子，如果你要靠家人的能力来帮你买房娶媳妇儿，这不叫本事啊！你如果是享受着家人给你提供的财富，感受人生虚无的话，那么你就只配叫啃老。不羁这个词你都不配把它拿来放在自己身上，你只需要告诉他，你要做一个不啃老的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考虑嫁给你，那么他就自己就知道该干嘛去了。但是等他认真工作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求知欲比较强的小孩，因为内心有空洞，他需要用知识来填充，他需要用技能来填充，那么接下来他就会淡化你一点，可能到那个时候轮到你心里不平衡了。你们没啥，完全没事儿，回去吧。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因为生活和日子都是你们的。一起进入真情60秒。给我。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要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自己作何选择，请开门。别碰我！你先不要碰我，我跟你讲，本来我是想着，因为我觉得该说的话回去说，不用在我们面前说。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呀，我和女朋友呢在一起4年了。刚开始呢，在一起我们感情很好，但是他毕业之后呢，去国外留学，我们开始了异国恋。开始异国恋之后啊，他就开始变得冷漠了。我给他发消息，他经常不回复；我有事儿找他呢，他总回避，说自己很忙。虽然他说过回国以后会回到我的老家来一起工作，但是呢，他现在对我的表现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么多的信号都在向你传递着一个信息，你就是那个假装睡着觉不醒的人啊！不回消息，然后找不到人，你当然会没有安全感了。而且